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让你觉得有点老生常谈，那就是养肝。但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要把脑子里关于养肝的那些陈词滥调，什么少喝酒、多睡觉，暂时放在一边。因为如果那些道理真的有用，为什么现在全球范围内肝病的发病率还在像火箭一样往上窜？为什么很多生活自律、滴酒不沾的人，体检报告上一查，依然是脂肪肝、肝损，甚至是更坏的结果？我从医40余年，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认知错位。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疾病信号是什么？有人说是剧痛，有人说是出血，有人说是高烧，其实都错了。最危险的信号是没有信号。在人体所有的器官里，肝脏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异类。如果心脏不舒服，它会让你心悸、胸闷，甚至给你来一下心绞痛，逼着你马上停下来。如果胃不舒服，它会让你胀气、反酸，甚至疼得直不起腰，让你不敢再吃。但是肝脏呢？它就像是一个被毒哑了的苦力，一个没有痛觉神经的哑巴。各位可能不知道，医学解剖上早已证实，肝脏的实质内部是没有痛觉神经分布的。也就是说，无论它里面烂成了什么样，哪怕长了一个肿瘤，哪怕已经被脂肪填满，只要它没有肿大到顶破最外面那层包膜，它就一生都不会吭。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肝病本质上是一种沉默的瘟疫。大多数人对肝脏的误解都在于等感觉，我不疼不痒，能吃能睡，我的肝肯定没问题。这句话是医生在急诊室里听到过最令人心痛的辩解。当一个病人感觉到右上腹隐隐作痛或者刺痛的时候，那往往不是病情的开始，而是病情的终局。今天这期内容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我要带大家做一次深度的身体内视。我们要像剥洋葱一样撕开那些被你忽略的习以为常的小毛病，看看它们背后是不是藏着肝脏发出的求救代码。这不仅仅是一次科普，这可能是一次救命的自查。我们先从一种大家都体验过的感觉说起，累。我想请屏幕前的各位，特别是那些在外打拼、从事脑力劳动的朋友们，回想一下你最近的状态，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身体沉得像灌了铅，不是那种睡不够的困，而是一种被吸干了的枯竭感。你强撑着起床、洗脸刷牙，但脑子里还是像塞了一团湿棉花，昏昏沉沉。到了下午3、4点，那种疲惫感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你喝咖啡、喝浓茶，甚至吃甜食都压不下去。这种累和你年轻时跑完5公里、打完一场球后的累完全不同。那种累，睡一觉就满血复活了，而现在的这种累，睡多久都缓不过来。很多人把这个叫亚健康，或者自嘲说是初老，甚至还有人去查甲状腺、去查心脏，结果查出来指标都正常。于是你告诉自己，可能就是最近压力大，太累了。在这里，我要抛出今天的第一个核心医学观点：不明原因的长期深度疲劳，本质上不是能量不足，而是中毒太深。我们来拆解一下肝脏的工作原理。大家都知道，肝脏是解毒器官，但很少有人去深究这个解毒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精密的化工厂，你吃的每一口外卖，呼吸的每一口汽车尾气，甚至你焦虑时身体产生的代谢废物，最终都要汇集到肝脏。肝脏要把这些有毒的脂溶性物质通过复杂的酶反应转化成无毒的水溶性物质，然后通过尿液或胆汁排出去。但是如果你长期给这座工厂超负荷派单、熬夜、高糖饮食、情绪压抑，肝脏的流水线就会堵塞。当肝脏处理不过来这些毒素时，它会怎么做？它只能把这些半成品的毒素暂时堆积在血液里，或者塞进脂肪细胞里。这些在血液里游荡的毒素，最直接的攻击对象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脑雾 brain fog， 觉得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变慢。那是因为血液里的氨和其他代谢废物浓度升高了，你的大脑在轻微的中毒。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四肢沉重，像穿着湿透的棉袄在走路。中医里叫湿重，
西医的解释就是代谢产物在肌肉乳酸循环中形成了阻滞。所以，请记住一句话：当你的身体出现无法用睡眠缓解的疲劳时，不要急着补肾，也不要急着喝咖啡提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你的肝脏减负。这种疲劳是肝脏在向你挥舞白旗，它在说：主人，我已经处理不完这些垃圾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如果你忽略了这个信号，继续用咖啡强行提神，继续透支身体，那么接下来肝脏就会启动它的代偿机制，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恐怖的代偿机制，体检单上的欺骗性。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拿着一张体检报告来找我：医生，你看，我的转氨酶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我就是觉得不舒服，脸色发黑，口苦口臭，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里我要给高知群体们普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肝脏的代偿性极其强大，强大到具有欺骗性。什么叫代偿？简单说，就是轻伤不下火线。肝脏的细胞再生能力是人体之最，你切掉它的一半，只要供血正常，它能在几个月内长回原来的大小。这在生物进化上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保证了我们在远古时期即使吃了有毒的果子也能活下来。但在现代医学检查中，这个优势变成了一个盲区。肝脏只要有 30% 的细胞还在正常工作，它就能维持你基本的生理运转。也就是说，哪怕你的肝脏已经硬化了、纤维化了，或者大面积脂肪浸润了，只要还有那 30% 的劳模在拼命，你的血液生化指标，比如转氨酶，可能仅仅是轻微升高，甚至完全正常。常规体检单往往只能看到现在正在发生的破坏，却看不到已经累积的损伤和即将崩溃的储备。这就好比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已经坏了3个气缸，只剩1个气缸在工作，车还能开吗？能开。仪表盘报警吗？可能还不报。但这时候，如果你想上一脚油门超车，比如突然的一次大酒，或者连续几天的熬夜，这辆车就会瞬间抛锚，直接报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新闻里说，某位企业高管平时看起来身体倍儿棒，体检也没大毛病，突然有一天就确诊肝癌晚期，几个月就走了，因为他的肝脏一直在死撑，他用那仅存的 30% 功能营造了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直到最后这 30% 也扛不住了，崩塌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千万不要迷信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数据是冰冷的，是有滞后性的。我们要相信的是身体给出的全息信号，你的身体比机器更诚实。当肝脏功能下降，但指标还没变坏的这个窗口期，身体其实已经在疯狂地给你发信号了。比如你的情绪，很多人不知道，情绪失控往往是肝脏发出的第一道求救令。中医讲肝主疏泄，这不是玄学，这在现代神经内分泌学里是有依据的。肝脏不仅代谢毒素，还参与激素的灭活。如果肝功能下降，体内多余的肾上腺素、雌激素、皮质醇代谢不掉，堆积在血液里，人就会变得极度敏感、易怒、焦虑，或者莫名其妙的抑郁。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最近这段时间脾气突然变差了，一点火星就着，或者半夜总是莫名其妙的醒来，特别是凌晨1点到3点，不要单纯的以为是性格问题或者更年期，这很可能是肝脏在说，我受不了了，我控制不住这些激素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转换，把情绪问题生理化。当你意识到你的愤怒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肝脏堵了，你对自己的身体多了一份慈悲，对家人也多了一份理解。说到伤肝，大家的反应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酒精，我又没应酬，我不喝酒，我的肝肯定没事。这是我听过最危险的误解。各位，时代变了，如果倒退30年，肝病科的病房里确实躺满了酒鬼，但今天你走进任何一家大医院的肝病中心，你会发现很多病人既不喝酒，也不乱吃药，甚至体型看起来也不算太胖。那是谁在谋杀他们的肝脏？答案是糖以及精致碳水。全球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和《自然》子刊近年来反复发出警告，非酒精性脂肪肝正在成为全球第1大肝病。在很多发达地区，
每3到4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是脂肪肝，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恐怖，因为它颠覆了我们的饮食常识。我们很多人觉得吃水果是健康的，喝果汁是养生的，但从肝脏的生化视角来看，果糖 fructose 是一个比葡萄糖更狡猾的杀手。葡萄糖进入人体后，全身所有的细胞、肌肉、大脑、心脏都能利用它功能，但果糖不一样，人体内只有肝脏能处理果糖。当你喝下一杯鲜榨橙汁，往往含有3到4个橙子的糖分，或者喝下一杯奶茶时，大量的果糖瞬间涌入肝脏，肝脏一下子用不完这么多能量，它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些果糖通过一种叫从头脂生成的路径直接转化成脂肪。如果你每天都摄入过量的果糖和精致碳水米面糖，你的肝脏就相当于每天都被迫在做鹅肝酱，那些原本应该红润柔软的肝细胞逐渐被黄色的油滴包裹挤压，细胞核被挤到边缘，甚至被挤破，这叫肝细胞的气球样变。这甚至比酒精更可怕，因为酒精你会警惕，你会控制，但对于水果、甜点、奶茶、白米饭，你毫无防备，甚至以为自己在补充营养。特别要提醒一下我们当中的瘦子们，千万不要以为瘦就没有脂肪肝。医学上有一个词叫瘦型非酒精性脂肪肝，这种类型在亚洲人群中特别高发，这与我们的基因有关，也与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关。我们太爱吃碳水了，很多看起来很瘦、四肢纤细的人，掀开衣服一看，肚子上有一圈软肉，或者内脏脂肪极高。这种人的肝脏风险往往比那些均匀肥胖的人更高，因为他们的皮下脂肪存不下那么多油，油全跑到内脏里去了。除了吃出来的病，还有一种伤肝行为，在精英阶层中尤为泛滥，那就是过度医疗与补品滥用。现代人太焦虑了，怕老、怕病、怕精力跟不上，于是护肝片、维生素、抗氧化剂、美白丸、安眠药、止痛药瓶瓶罐罐堆满了床头柜。大家在吞下这些胶囊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在投资健康，但在肝脏看来，这是一场化学轰炸。药物性肝损伤 DILI 是目前肝病领域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逻辑，是药三分毒，不是一句空话。任何进入体内的外源性化学物质，如果不属于食物原本的营养成分，都会被肝脏视为异物。肝脏必须调动大量的 P450 酶系去分解它们，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为了美白、抗衰，长期服用各种来源不明的草本提取物或者海外代购的纯天然补剂。请记住，纯天然不等于无毒。很多植物成分，如某些含比格里西定生物碱的植物，对肝脏有直接的毒性，会造成肝窦阻塞综合症。还有很多职场精英头痛脑热，为了不耽误工作，习惯性的吃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如果你在吃止痛药的同时还喝了酒，或者前一天喝了酒，这对肝脏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酒精会消耗掉肝脏里负责解毒的关键物质谷胱甘肽，这时候止痛药的代谢产物就会直接破坏肝细胞，严重的可以导致急性肝衰竭。这是一种多么讽刺的现象啊！我们为了健康，却在亲手毁掉健康的基石。村长在这里不是反对大家吃药或保健品，而是反对盲目和叠加。在决定长期服用任何一种东西之前，请先问自己3个问题：一、我的身体真的缺乏这个吗？有没有生化指标依据？2、它的代谢路径是什么？会不会增加肝肾负担？3、我能不能通过天然食物来获取？给身体做减法往往比做加法更重要。养肝的最高境界不是吃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不折腾。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后背可能已经有点冒冷汗了。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核心点：一、无痛陷阱，肝脏没有痛觉，等待疼痛就是等待绝症。2、疲劳真相，睡不回来的累是肝脏解毒功能瘫痪的标志，是血液中毒的表现。3、指标谎言，强大的代偿能力掩盖了真实的损伤，体检正常不代表肝脏健康。4、隐形凶手，不喝酒也会得肝病，果糖、精致碳水
和乱吃补品，正在悄悄让你的肝脏变肥变硬。现在的你是不是觉得危机四伏？是不是觉得以前觉得自己挺健康，现在突然觉得哪里都不对劲了？这就对了，这种危机感就是我们今天迈向健康的第一步。没有觉察就没有改变。当你开始意识到肝脏的脆弱和沉默时，你再拿起那杯奶茶，在准备熬那个不必要的夜时，你的潜意识就会拉你一把。但是大家也不要恐慌，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了肝脏最沉重的负担，也给了它最强大的再生能力。肝脏是人体唯一一个可以完全再生的器官，只要我们能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只要我们能停止伤害，给它一点点喘息的时间和正确的支持，它就能创造奇迹，还你一个粉嫩、干净、高效的身体。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些信号是肝脏在求救？除了累，还有哪些写在脸上的、藏在手上的蛛丝马迹，能让我们在不去医院的情况下，就能精准判断肝脏的状态？如果肝脏已经受损了，有没有不花钱、不需要吃药的方法，能帮它把毒排出去呢？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化身各位的身体侦探，我们要对着镜子一项一项的检查。我也要教给大家几招失传已久的但极其简单的疏肝大法。这些方法不需要你买昂贵的器材，甚至不需要你专门抽出时间在办公室坐着，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做。刚才我们说了，肝脏是个哑巴，它不会喊疼，但这不代表它没法沟通。恰恰相反，肝脏是一个非常善于投影的器官。中医里有一句非常高深的话，叫思外揣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体内部的脏腑一旦出了问题，一定会像放电影一样投射到你的体表上。我们普通人虽然不是医生，不用去学那些复杂的脉诊，但只要掌握了几个关键的投影区，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双透视眼。今天我们要盘点的这9个信号，就像是汽车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如果这9个灯里亮了一个，说明你的肝脏有点累了；如果亮了3个以上，说明它的排毒功能已经开始报警；如果你中了5个以上，朋友别犹豫了，关掉视频，去医院约个 B 超，这是村长对你最负责任的建议。信号1，晦暗无光的铁锈脸。我们先从最直观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看起，脸。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肝病面容，以为那一定是蜡黄蜡黄的，其实不是，那是到了严重黄疸期才有的表现。对于大多数亚健康人群，尤其是脂肪肝或者早期肝损的人，脸色的关键词不是黄，而是晦。什么叫晦？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些长期熬夜、压力巨大的中年人，他们的脸洗干净了吗？洗干净了，但你总觉得他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灰气，像没洗干净一样，皮肤没有光泽，干枯粗糙，透着一种灰暗的褐色。这就是中医说的肝郁气滞，血行不畅。现代医学怎么解释？肝脏是代谢黑色素的重要器官，当肝功能下降，它无法正常灭活体内的雌激素，雌激素会刺激黑色素分泌，同时也无法及时清除代谢产生的废物，这些黑色素和废物就会随着血液循环沉积在皮肤最薄、血管最丰富的地方，那就是你的脸。如果你发现最近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脸色都提亮不了，那种暗沉是从皮肤底子里透出来的，那就是肝脏在告诉你，那是血里的脏东西，你在外面抹什么都没用。信号2，眼白的浑浊。接下来看看你的眼睛，我们要看的不是视力，而是眼白巩膜。小孩子的眼睛为什么那么清澈动人？因为他们的眼白是蓝白色的，干净的像一汪水。你再看看现在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眼白发黄，或者布满了红血丝，或者看起来有一种浑浊的油腻感？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就是肝脏的外接显示器，眼白发黄是胆红素代谢异常的早期信号，肝脏处理不完衰老的红细胞，胆红素就会溢出来染黄眼白，而那些长期不退的红血丝往往代表着肝火旺。至于那种浑浊感，其实就是脂质代谢异常在眼部的表现。你的肝脏处理不了那么多脂肪了，血脂高了，血液粘稠了，眼白自然就不透亮了。人老珠黄，这个珠黄其实不是老了，
是肝脏油了。信号3，被误读的老年斑，这一点我要特别敲黑板。很多40、50岁的朋友，甚至30多岁的朋友，发现脸颊侧面、手背上长出了褐色的斑点，大家管它叫老年斑，觉得这是自然老化，没办法，大错特错。村长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老年斑本质上就是肝斑，这种斑的学名叫脂褐质 Lipofuscin。 它是什么？它是细胞代谢产生的垃圾，是脂肪氧化后的残渣。在年轻健康的时候，我们要么通过肝脏把它分解掉，要么通过细胞的自噬作用把它清理掉。但当你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或者体内的自由基太多，氧化应激太强时，肝脏处理不完这些垃圾，身体没办法，只能把这些垃圾打包扔到皮肤表层细胞里堆着。所以当你看到手背上、脸上长出老年斑时，不要只想着去做医美激光把它打掉，打掉也没用，还会长，因为那是你身体内部垃圾处理厂肝脏爆仓的标志，那是溢出来的垃圾。如果你不把肝脏的功能养好，不把垃圾清理掉，你的内脏表面、心脏、肝脏、血管壁上其实也长满了这种斑。内脏的斑你看不见，但它们比脸上的斑更致命。如果说脸上的信号还只是关乎美丑，那么接下来这几个信号关乎的就是你的社交尊严。信号4，刷不掉的口苦口臭。有没有这种尴尬的时刻？早上起床，嘴里苦得像含了一把莲子心，或者明明刚刷完牙，和同事近距离说话时，还是能从对方闪躲的眼神里感觉到自己有口气。你去看了牙医，洗了牙，甚至查了幽门螺杆菌都没问题，但那个味道就是去不掉。而且那种味道不是牙缝里食物腐烂的酸臭味，而是一种腐败的像臭鸡蛋或者是烂苹果一样的味道，这叫肝臭。它的源头不在口腔，而在你的血液和呼吸道深处。当肝脏解毒功能受损，大量的氨和二甲基硫化物无法被代谢成尿素排出体外，这些带有强烈异味的气体就会随着血液循环跑到肺部，通过你的每一次呼吸排出来。这就好比下水道堵了，味道一定会反上来。口苦则是胆汁上逆的表现，肝胆互为表里，肝气不舒，胆汁就会乱跑。所以口苦口臭是肝胆湿热、浊气上犯的铁证。这时候吃口香糖是掩耳盗铃，你需要的是清肝火、利湿热。信号5，体味的改变。不仅是口臭，你的体味也会变，尤其是腋下和汗液的味道。如果最近你发现自己的汗味变得特别重、特别黏腻，甚至把浅色衬衫的腋下染黄了，这同样是毒素外溢的表现。因为肝脏罢工了，身体只能动用备用的排毒通道，皮肤那些原本应该随尿液排出的毒素，被迫混在汗液里挤出来。汗臭其实是身体在绝望地替肝脏分担压力。信号6，尴尬的胀气与屁多。还有一个很多人不好意思说，但极度困扰的症状，腹胀。特别是吃完饭后，肚子鼓得像个皮球，气在那儿窜来窜去，屁特别多，而且味道很重。很多人以为是胃病，吃了一堆胃药，其实这是肝胃不和。肝脏负责分泌胆汁，胆汁是消化脂肪的关键。如果你肝不好，胆汁分泌不足或者排放不畅，你吃进去的肉、油、蛋就没法被彻底消化。这些未被消化的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正所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如果你长期消化不良、腹胀、大便沾马桶冲不干净，千万别只盯着胃肠看，去查查你的肝胆吧。接下来请大家伸出双手，手心向上，平摊在桌子上。这2个信号是肝病医生最常用的望诊技巧。信号7，肝长朱砂掌。仔细看你的手掌，重点看2个位置，大拇指根部这块肉大鱼际和小拇指根部这块肉小鱼际。正常人的手掌应该是淡红色的，颜色均匀，但如果你的这2个部位呈现出一种片状的充血、斑驳的深红色，甚至有点像胭脂涂抹过一样，这就叫肝长。你用手指按一下发红的地方，它会瞬间变白，松开手又马上变红。这是什么原理？还是刚才提到的雌激素灭活障碍。肝脏不好，
体内雌激素水平异常升高，导致皮下小动脉扩张充血。如果你是男士，发现自己有肝长，往往还伴随着性欲减退、乳房发育等尴尬问题，这都是激素乱套了。如果你是女士，肝长往往伴随着月经不调，这不仅是手的问题，这是内分泌崩盘的信号。信号8，指甲上的搓衣板。再看看你的指甲，中医说肝华在爪，指甲就是肝脏供血充足与否的晴雨表。健康的指甲应该是红润、平滑、有光泽的，而且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如果你的指甲上出现了明显的竖条纹，摸上去凹凸不平，像微缩版的搓衣板，这就是肝血不足或者肝阴亏虚，指甲得不到肝血的滋养，就像缺水的土地一样干裂起棱。如果有黑色的竖纹，那更要小心，那是肝毒淤积较深的信号，甚至要警惕黑色素瘤。虽然少见，但要排除。如果指甲薄、脆、容易断，那是肝血虚弱，无法濡养末梢。最后一个信号不在你的身上，而在你的时间里。信号9，凌晨1点到3点的闭醒魔咒，这是最精准的一个信号。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入睡还可以，但每天晚上到了凌晨1点到3点这个区间，就像身体里装了个闹钟一样，准时醒来。醒来之后，脑子特别清醒，很难再睡着，或者即使睡着了，也是做一堆乱七八糟的梦。在中医子午流注的理论里，凌晨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全身的血液应该归于肝脏，进行深度的修复和排毒。如果这个时候你醒了，说明你的肝脏正在加班或者上火了。肝火太旺，在这个时间段就会把你烧醒。肝部藏血，在这个时间段你就无法进入深度睡眠。这不仅仅是失眠问题，这是肝脏在告诉你，主人，我在这个时间段工作太吃力了，我都把你弄醒了，你能不能帮帮我？长期在这个点醒来的人，第二天通常会伴随着脾气暴躁、头痛、眼睛干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醒越伤肝，越伤肝越醒。好了，9个信号盘点完了，我们来复盘一下。1. 脸色晦暗，洗不干净的生锈感，护肤品救不了的暗沉。2. 眼白浑浊，出现黄色斑块、红血丝或者那种洗不掉的油腻感。3. 老年斑蜘蛛痣，脸上手背出现褐色斑点，或胸前有红点按压褪色。4. 顽固口臭，刷牙刷不掉的腐败味，甚至带点烂苹果的气息。5. 体味变重，腋下汗味变得黏腻，刺鼻、体虚山，腋下发黄。6. 腹胀屁多，饭后肚子鼓气，消化不良，大便沾马桶冲不干净。7. 干长朱砂掌，手掌大小，余际出现片状充血，按压变白，松开变红。8. 指甲竖纹，指甲表面凹凸不平，有竖棱或者变薄变脆易断。9. 凌晨早醒，每天1点到3点准时醒来，难以再次入睡。朋友们，不知道刚才这一轮自查下来你中了几个？如果中了2个，别慌，说明是早期亚健康，身体刚刚开始报警，完全来得及逆转。如果中了3到5个，说明肝脏负担已经很重了，你需要立刻行动起来，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超过5个，甚至伴有明显的右上腹不适、消瘦、黄疸，请一定要去医院做正规检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讨厌这些症状，不要讨厌你的口臭，不要讨厌你的色斑，不要讨厌你的失眠，这都是身体的慈悲，它在用这种让你不舒服、不体面的方式，逼迫你停下来，逼迫你去关注那个默默奉献的肝脏。如果它不给你这些信号，等到有一天直接吐血、腹水的时候，那就真的什么都来不及了。可能很多人的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村长，我脸色确实发黑，我凌晨确实总醒，那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不行？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在我的观察里，现代人的肝脏危机早已不仅仅是酒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酒精只是一个明晃晃的强盗，而我们身边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刺客，他们披着健康、自律、勤俭的外衣，正在悄无声息地把你的肝脏逼上绝路。今天这第3部分可能是整个系列里最毁3观的一段，
我要盘点的这9个伤肝行为，其中有好几个可能是你每天都在坚持的好习惯，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特别是前3个绝对会颠覆你对养生的认知。我们把这9个杀手分成3类：吃的饮食陷阱，做的行为陷阱，想的情绪陷阱。我们先从最令人震惊的饮食陷阱说起。杀手1：水果与果汁的健康骗局。这是我今天要揭露的头号通缉犯——果糖 fructose。 很多讲究生活品质的朋友，每天早上要喝一杯鲜榨果汁，下午茶要吃一大盘高级水果，觉得这是补充维生素，是抗氧化，是轻断食。大家听好了，在肝脏眼里，果糖和酒精乙醇是亲兄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人体所有的器官里，只有肝脏能代谢果糖。你吃米饭、葡萄糖，全身细胞都能抢着帮肝脏分担代谢压力，但你喝果汁、果糖，所有的压力全部压在肝脏一个人身上。当你喝下一杯橙汁，通常需要3到4个橙子，大量的液态果糖像洪水一样冲进肝脏，肝脏瞬间处理不完，它为了自保，只能启动一个紧急程序，从投脂生成，说人话就是直接把糖变成油，这些油直接堆在肝脏细胞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小孩子，很多年轻漂亮的素食主义者，明明不吃肥肉，不喝酒，却得了重度脂肪肝，那是被水果里的糖腌出来的。特别是痛风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果糖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 ATP 能量，产生大量的尿酸。果糖伤肝又伤肾，建议水果要吃不要喝，每天的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对于肝不好的人，低糖水果如浆果、柚子是上限，高糖水果如葡萄、西瓜是禁区。杀手2：没变的节俭，黄曲霉毒素。这个杀手主要针对我们要照顾的父母长辈，以及那些习惯囤货的家庭。很多老人一辈子节俭惯了，发霉的苹果切掉烂的一半继续吃，发苦的坚果，厨房里的木菜板用了5年都舍不得换，上面布满了黑色的霉斑，这背后藏着一种1级致癌物——黄曲霉毒素 aflatoxin， 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是氰化钾的10倍。最可怕的是，它专门攻击肝脏，只要微量摄入，它就能直接破坏肝细胞的 DNA， 诱发肝癌。而且它极耐高温，你煮沸了、油炸了都杀不死它。很多高知家庭虽然不吃烂苹果，但很容易忽略厨房卫生，一定要检查你家的筷子和砧板，如果是木质的且已经起毛、变色、有霉斑，立刻扔掉，那是细菌和霉菌的温床。你切的每一刀健康蔬菜都可能沾染上了致命的毒素，建议筷子半年一换，砧板生熟分开，发霉的食物整颗扔掉，霉菌菌丝已经渗透到看起来完好的部分了。杀手3：无知的进补草本伤肝。这一点我们之前提过，这里要深入讲一下机制。很多人觉得西药伤肝，中药养肝，这个观点太片面了。中医讲是药3分毒，特别是有些被炒作的神奇草药，比如土三七、何首乌。很多爱美的女性为了乌发，自己买生何首乌煮水喝；很多老人为了活血，泡土379，这极其危险。这些植物里含有比格里西定生物碱，它会造成肝脏的微血管堵塞，导致肝窦阻塞综合症。这种病发展极快，死亡率极高。请记住，不要拿自己的肝脏当神农尝百草的试验田。所有的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都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仅是药，还有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E， 如果摄入过量，也会积蓄中毒，造成肝损伤。杀手4：被忽视的眼睛过劳。酒是伤血，这可能是现代人最普遍的伤肝行为。中医认为，肝藏血，而肝开窍于目，眼睛能看东西，全靠肝血的滋养。反过来，如果你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也就是在疯狂的消耗肝血。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连续刷了2小时手机，不仅眼睛干涩，整个人也会变得莫名烦躁，甚至觉得心慌气短，那就是肝血被耗干了的表现。现在的职场人白天看电脑，晚上躺在床上还要关灯看手机，
这对肝脏来说是双重打击。第一，你在消耗它的储备肝血；第二，手机蓝光抑制了褪黑素的分泌，干扰了生物钟，让你错过了肝脏修复的黄金时间。你的肝就是这样被你看枯竭的。杀手5，急速减肥的反噬。这一点要送给那些总是在喊减肥的朋友。1个月瘦20斤，断食辟谷，听起来很励志，但对肝脏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为什么？当你过度节食或快速减重时，身体以为遇到了饥荒，就会疯狂地分解体内的脂肪储备。这些被溶解的脂肪游离脂肪酸会像潮水一样涌入血液，全部冲向肝脏去转化能量。如果你瘦得太快，涌入的脂肪量远远超过了肝脏的代谢能力，结果就是脂肪堵在了肝脏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饿肚子减肥的人体重下来了，却查出了脂肪肝，甚至引发了急性肝衰竭。肝脏怕胖，但它更怕急，减肥一定要慢，每周减重不要超过2斤，给肝脏一个适应的过程。杀手6，不吃早餐的胆囊暴击。早上赶时间，不吃早饭或者一杯黑咖啡打发了，这不仅伤胃，更伤肝胆。肝脏分泌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里，只有当你吃早饭，特别是含有油脂的食物，如鸡蛋、牛奶时，胆囊才会收缩，把浓缩了一夜的胆汁排进肠道，帮助消化。如果你不吃早饭，胆汁就在胆囊里死水一潭，时间久了，胆汁里的胆固醇就会析出结晶，形成胆结石。胆结石一旦堵塞胆管，胆汁就会回流，直接造成肝损伤、胆汁性肝硬化。所以吃早饭就是给肝胆做清洁，哪怕吃一个煮鸡蛋，也是在救你的肝。接下来这3个杀手是心魔，它们最隐蔽，但也最致命。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心理压力可以直接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引发肝脏的炎症反应。杀手7，隐忍的老好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性格特别好，从来不发火，别人让他干啥都说好，受了委屈也自己憋着？这种性格，心理学上叫 C 型性格，也叫癌症性格。中医里叫肝气郁结，肝主疏泄，喜调达而恶抑郁。愤怒如果不发泄出来，它不会消失，它会变成毒素攻打你的内脏。当你强行压抑怒火时，体内的儿茶酚胺水平急剧升高，导致肝脏血管收缩，血流受阻。长期的淤血就是肝硬化、肝结节的温床。我看过很多女性肝癌患者，追溯病史，往往都有长期的家庭矛盾或者职场压抑史。她们不是死于病毒，是死于气。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肝脏结节，别再当那个委屈自己的老好人了。杀手8，追求完美的控制狂。还有一种伤肝性格叫完美主义，凡事都要争第一，凡事都要掌控在自己手里，对自己要求极高，不允许犯错。这种人身体永远处于战备状态，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肝脏得不到一刻的放松。这种长期的紧绷比熬夜更伤身，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的、持续的耗损。你的肝脏陪着你一起焦虑，一起紧绷，最后它先断了。杀手9，深夜的报复性熬夜。最后这个杀手是所有现代人的通病，明明很困了，明明没事干了，但就是舍不得睡，刷视频、看小说、打游戏。心理学上这叫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的时间属于老板，属于孩子，属于客户，只有晚上躲在被窝里的这2个小时才属于自己。我们想通过熬夜来抢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的排毒窗口被关闭了。中医子午流注讲，丑时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是养肝血的最佳时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不睡，甚至还在用脑用眼，肝脏就必须带病工作。这就好比手机电量只剩5%了，你不仅不充电，还开了高耗能的游戏，结果只能是自动关机，猝死或器官衰竭。请记住，没有什么自由值得用你的肝脏去交换。好了，9大杀手盘点完毕，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份伤肝黑名单。1. 饮食上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果糖、水果、果汁和黄曲霉毒素没变脏碗筷，以及乱吃补药。2. 行为上，久视玩手机、
急瘦乱减肥，不吃早饭。3. 心理上，隐忍生闷气，焦虑完美主义，熬夜报复性晚睡。朋友们，听完这些，是不是觉得以前自己挺养生的，结果全是坑？这不怪大家，因为商业广告在误导我们，比如宣传果汁健康；社会压力在压迫我们，比如996。我们的肝脏其实是在为一个反生理的现代文明买单。但是觉察即自救的开始，从今天起，我们要和肝脏签一份停战协议。我不要求大家明天就变成圣人，完全戒掉手机，完全不吃甜食，那不现实。但我希望大家能做减法，少喝一口果汁，多吃一口青菜，少生一次闷气，多骂一句，哪怕在心里，少熬半小时夜，早半小时睡觉。这每一小步的退让，都是给肝脏的一次松绑。那么既然我们也知道了敌人是谁，我们也想改变，有没有什么主动出击的方法？如果我的肝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结节了，或者已经脂肪肝了，除了止损，我能不能修复？有没有那种不用花钱买药，不占用太多时间，但是能精准的把肝脏里的毒素排出去，把肝气理顺的方法？答案是有，而且非常简单。这就是我要送给大家的长寿秘籍。接下来的第4部分，我将手把手教大家护肝9宝。这些方法源自古老的中医导引术，结合了现代康复医学的原理，特别是第一招推两肋和最后一招虚自觉，是历代大医家秘而不宣的养生功法。只要你每天花3到5分钟，坚持做1周，你会发现你的睡眠、你的口气、你的脸色都会发生神奇的变化。请大家站起来，活动一下肩膀，我们要开始真正的实操干货了。朋友们，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伤肝的坑，现在我们要聊聊怎么填坑。很多人一提到养肝，第一反应就是买点什么吃，但在村长看来，外求不如内求，我们的身体自带了一套非常精密的自愈系统，只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不良姿势和压力，把这套系统的开关给堵住了。今天我要教大家的这9个法宝，不需要你花1分钱，不需要任何器械，甚至不需要你专门空出大块的时间。它们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疏通，通气血，通经络，通情绪。只要路通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自然就会启动。我们先从最简单但效果最立竿见影的第1宝开始，推两肋。法宝1，推两肋，肝经的通衢术。请大家现在就跟着我做，不管你是坐着还是站着，把双手握成空拳，像握着一个鸡蛋，找到你的腋下，也就是我们要推的路线，从腋窝开始，沿着身体两侧的肋骨，一直推到胯骨的位置。这里的肋骨区域，在中医里叫期门穴和章门穴，正是肝经和胆经循行的地方。动作要领：1. 双手握空拳，拳眼大拇指那一侧贴着身体。2. 用一点力，要有酸胀感，顺着肋骨缝隙往下推。3. 速度不要快，慢慢的一下一下的推。4. 一共推36下。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肋骨下面有疙疙瘩瘩的东西，或者很疼，那说明你的肝气郁结很严重，那里全是堵住的气结。坚持推，推到10几下的时候，很多人会突然打一个长长的嗝，或者是放屁。恭喜你，这就是排浊气。这口恶气一出，你会觉得胸口那块大石头瞬间搬走了，眼睛都变亮了。哪怕是开会间隙、上厕所的时候，推个2-3分钟，这是最快的解压法。法宝2，伸懒腰，虚自觉，脏腑按摩术。大家都会伸懒腰，但99%的人都没伸对。普通的伸懒腰只是拉伸了肌肉，我要教大家的是拉伸内脏。动作要领：1.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2. 吸气，双手举过头顶，掌心向上，尽力往上顶，感觉你的脊柱被一节节拉开。3. 关键点来了，身体慢慢往左侧倾斜，拉伸右侧肝区，然后往右侧倾斜，拉伸左侧脾胃。4. 在呼气的时候，嘴巴发出嘘的声音，声音要低沉深长，不用很大声，但要震动你的胸腔，想象你肝脏里的那团欲火随着这个嘘字从嘴里喷出去了。
这个虚字是中医六字诀里专门治肝病的音波疗法，它能引起肝脏的共振，帮助肝细胞排出毒素。每天早上起床，对着窗外做3次，比喝咖啡提神100倍。法宝3，敲大腿内侧，激活排毒泵。有些朋友肝火特别旺，容易发脾气、失眠、头痛，这时候你需要一把灭火器。这把灭火器藏在你的大腿内侧，这里是肝经的主干道。动作要领：1. 坐姿，双腿张开； 2. 用拳头从大腿根部腹股沟开始，沿着大腿内侧中线一直敲到膝盖； 3. 重点敲打膝盖上方那个最酸痛的点，那是阴包穴； 4. 每条腿敲50下。如果你觉得疼得受不了，说明你肝火太旺了，坚持敲1周，你会发现疼感减轻了，随之而来的是你的脾气变好了，睡眠也深了。这就是把头部的火引到了下肢，排了出去，这叫引火归元。动完了，我们来说说吃。这里我不推荐昂贵的补品，我推荐的是菜市场里最便宜的护肝3宝。法宝4，青色入肝，天然的叶绿素透析。中医讲5色入5脏，青色入肝，所有深绿色的蔬菜都是肝脏的最爱，但我特别推荐3种：芹菜、菠菜、西兰花。芹菜它是天然的降压药，能清肝热，特别是芹菜叶子不要扔，那里的黄酮类物质含量最高。菠菜它是补血之王，虽然铁含量不是最高，但含有丰富的叶酸和维生素 K。 肝藏血，吃菠菜就是给肝脏充值，注意一定要焯水，去掉草酸。西兰花，现代医学证实，十字花科蔬菜里还有一种叫萝卜硫素的神奇物质，它能激活肝脏的解毒酶系，帮助把致癌物排出体外。建议每天至少吃1碗深绿色的蔬菜，而且最好是快炒或白灼，不要煮太烂，保留叶绿素。法宝5，以茶代酒，1杯清肝饮，把手里的酒杯、奶茶换成这杯茶。配方极其简单，决明子加菊花加枸杞，决明子5克，清肝明目，还能润肠通便。肝不好的人往往便秘，通便是排毒的第一步。菊花3到5朵，必须是杭白菊或胎菊，不要用野菊花，太寒。专门降肝火，去红血丝。枸杞10粒，滋补肝肾。但注意，枸杞不光泡水喝，泡完水要把果肉吃掉，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很多都在果肉里。这杯茶对于经常看电脑、眼睛干涩、口苦的人，简直是救命水。注意，胃寒腹泻的朋友，决明子少放或不放。法宝6，温水养肝，最廉价的稀释剂。这一点听起来像废话，但它是真理。肝脏解毒需要大量的水作为载体，很多人的血液粘稠，毒素排不出去，纯粹是因为水喝少了。但喝水有讲究：1. 喝温水，40度左右，冰水会损伤脾胃阳气，间接伤肝。2. 小口慢饮，不要牛饮。3. 早起1杯水，这是唤醒肝脏的关键。最后，这3宝是最高级的养肝法，它们养的不是物质的肝，而是能量的肝。法宝7，闭目养神，回血神技。黄帝内经说，肝受血而能视，反过来，酒是伤血。当你睁着眼睛看手机时，肝血是在不断消耗的，当你闭上眼睛时，肝血就会回流到肝脏进行修复。实操方法，设定一个闹钟，每工作45分钟，闭眼1分钟，就这1分钟，在这1分钟里，什么都不要想，只关注你的呼吸，你会感觉到眼球的热度，感觉到一股暖流回到身体深处。这1分钟的微休息能防止你的肝脏过热宕机。法宝8，睡子午觉，顺应天道的充电。我们刚才说了，凌晨1点到3点丑时必须熟睡，但如果你晚上实在睡不着，或者因为工作必须熬夜，怎么办？哪怕是亡羊补牢，也有一个补救办法，睡子午觉。子时23点到1点，这是胆经当令，哪怕睡不着，也要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午觉11点到13点，这是心经当令，中午小睡20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这20分钟的午觉虽然短，但能极大的滋阴潜阳，平复上午消耗的肝火。记住，午觉是给下午续命的。
法宝9， 3分钟怒气甲，情绪的泄洪闸。这是最重要的心法。人生在世，不可能不生气，让大家别生气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学的是会生气。原则：怒不过3分钟。当你遇到破事，火冒三丈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有权利生气，但我只生3分钟。在这3分钟里，你可以深呼吸，可以去厕所骂2句，可以写在纸上，然后撕掉。但是3分钟一到，马上叫停。这是一种心理训练。你要意识到，这团火如果继续烧下去，烧的不是别人，是我的肝脏。为了那个傻子，烧坏我自己的肝，值不值？不值。一旦你有了这个计算成本的意识，你的气自然就消了。讲了这么多，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把这9宝串成了一个1日护肝时间表，大家可以记下来，照着做。早晨7点起床，空腹喝1杯温水，站在窗前做3次伸懒腰夹虚，自觉吃一顿含有优质蛋白鸡蛋牛奶的早餐，启动胆囊。上午10点工作间隙闭眼1分钟，泡1杯决明子菊花茶。午间13点午餐吃1碗深绿色蔬菜，小睡20分钟。下午16点上厕所或休息时推2肋36下。如果你觉得下午容易烦躁，加做这个动作，神清气爽。晚上20点看电视或洗脚时敲大腿内侧50下。睡前23点放下手机，准时上床，告诉自己天大的事明天再说。朋友们，这9个法宝难吗？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记得做，难的是坚持做。但我相信，当你尝试了1周，发现嘴里的苦味淡了，早上的疲惫感消失了，那种身体久违的通透感回来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毅力去坚持，你会上瘾。因为那种健康的滋味比任何奶茶、游戏都更让人上瘾。现在我想请大家在评论区做一个承诺，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哪怕只选其中1招，比如推2肋开始尝试，请在评论区打出护肝打卡，从我做起，让我们互相监督，看看1个月后谁的变化最大。朋友们，视频的最后，我想和大家聊点心里话。我们今天讲了将近1个小时的肝脏，其实在中医的哲学体系里，每一个脏腑都有它的性格。心的性格是热烈的，像君主；肺的性格是娇嫩的，像宰相；而肝的性格是最像侠客的。古人说，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他刚强勇敢，冲锋陷阵，在解毒的第一线，但同时他又极度渴望自由。肝主疏泄，喜调达而勿抑郁。这句话不仅是生理法则，更是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法则。你看那树木，如果要长得好，枝叶必须舒展，根系必须通畅。人也一样，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的肝出了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吃得太好，动得太少，更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堵了。我们的生活被塞满了房贷，塞满了孩子的成绩单，塞满了职场的勾心斗角，塞满了对自己不够完美的焦虑。我们在拼命做加法，想抓住更多的东西，但我们的肝脏却因为这些过载的欲望和压力，变得僵硬、拥堵、伤痕累累。养肝说到底是在修一颗通透的心。所谓的脂肪肝，不就是身体里的油太多了吗？那些油是我们贪吃的后果，也是我们贪欲的投射。我们要学会给身体去油，更要学会给人生去油。人到中年，拼的早已不是谁的车更贵，谁的房子更大，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器官的耐用度，拼的是当你老了，你的眼睛还能不能看清这个世界的美好？你的腿脚还能不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你的肝脏还能不能让你在那顿团圆饭上痛痛快快地吃一口红烧肉而不觉得恶心？那一刻你会明白，拥有一副干净、粉嫩、高效的内脏，拥有一种没有负担、轻盈的身体状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炫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推2肋的时候，在喝那杯决明子茶的时候，心里要有一个念头，我在爱我自己，我在把那些陈年的垃圾，那些不必要的纠结，那些毫无意义的烂人烂事，统统从我的身体里赶出去。我要放过我的肝，我也要放过我自己。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身心本不二，干净则心清。
当你的肝脏通透了，你的眼睛会亮，你的皮肤会光，你的脾气会顺，你看这个世界的眼神都会变得温柔起来。今天的视频有点长，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我知道改变习惯很难，但只要你今天哪怕只记住了少喝一口果汁，哪怕只做了一次推2类，这颗健康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你的每一个赞都能让系统把这个保命的知识推给更多正在透支身体的人。也欢迎把这支视频转发给你最在乎的那个人，你的父母，你的爱人，或者那个总是加班熬夜的好兄弟、好闺蜜，告诉他别太累了，你的肝也会疼。这里是长寿村村长，一个希望你既长寿又快乐的老朋友。关于养生，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话题？不管是失眠、脱发还是三高、减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点赞最多的话题就是我下一期深挖的内容。我们下期见，祝大家肝胆相照，人生通透。